嗨，大家好。2020年1月12号，中国海军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水面战舰南昌舰05型驱逐舰正式投入服役。05首舰于2017年6月28日下水，时至今日正式服役，成为中国航母以外最强大的战舰，也被称为中国航母的带刀护卫。之前视频我给大家介绍过世界各国的航母，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世界各国最强大的驱逐舰。好，在开始今天的视频之前呢，我想很多的非军迷对于航母有一定的了解，非常的清晰，但对于比如说驱逐舰啦、巡洋舰啦、战列舰啦、护卫舰啦等等之间的区别就不是那么了解了。那我就先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些概念。首先就是战列舰，英文叫做 battleship， 顾名思义，即是在海面上与敌方战舰对射的战斗舰。战列舰曾经统治世界相当长的时间，在航母出来之前是海军编队的战斗核心。还记得北洋水师吗？其中当时被称作铁甲舰的定远和镇远，其实也是后来战列舰的前身。战列舰上造诣最深的恐怕就是日本了，它曾经建造出世界上最大的2艘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装备了460毫米口径的舰炮，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口径的舰炮，装下一个成人男子都不在话下。这也许是后来日本可以发明人间大炮的一个原因吧。而且它的排水量达到7万吨，吨位堪比现在的辽宁舰和山东舰航母。换句话说，日本早在80年前就拥有如此巨大的战舰，可谓大日本帝国的荣耀。但悲剧的是，它生在了航母时代，这2艘均在2战末期被美国的海军航空兵所击沉，毫无还手之力。你的降龙18掌练得再炉火纯青，也无法抵挡箭雨的袭击。所以2战后的航母时代，战列舰这个种类也就被淘汰了。好，接下来随着海军新时代的来临，由于航母主要承担舰载机的起降等等作战任务，对于防空、反舰、反潜等等功能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对航母保护的重担就落在了巡洋舰和驱逐舰等身上。另一方面呢，航母作为战斗群的核心，通常都会是敌军优先打击的目标，所以现代化战争的航母战斗群的指挥中枢并不会放在航母上。那么战斗群的指挥旗舰和数量庞大的指挥参谋人员就落在了某一支巡洋舰或驱逐舰的身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那么巡洋舰和驱逐舰又有什么区别呢？巡洋舰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主要负责远洋作战，并给战列舰和航母护航，船体巨大，吨位一般在1万吨以上。驱逐舰在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主要负责防空、反潜、反舰等作用，排水量通常在6000至1万吨。而随着驱逐舰越做越大，与巡洋舰的界限变得模糊，巡洋舰也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刚才提到的航母战斗群的指挥中枢，较大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在以上2种军舰之上。另外一种更小一点的呢，就是护卫舰，主要以反潜为主，近距离防空为辅，排水量在5000吨以内。在航母战斗群中，通常巡洋舰或大型驱逐舰在外围，护卫舰在航母近身，组成内外搭配作战防卫方式。好，经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应该知道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功能和性能上已经趋于接近，实际上在现在只剩下命名上面的区别了。比如说我国的05万吨大型驱逐舰，北约就将它命名为人海级 CG 就是巡洋舰，所以同样一艘舰，我国叫驱逐舰，西方称其为巡洋舰。而日本的吨位达到2万吨的直升机航母，自己却称其为护卫舰。好，经过我上面的介绍，大家对于各种各样的舰艇大致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各国所拥有的超级战舰驱逐舰。首先来介绍一下我国驱逐舰的旗舰055，我想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啊。我先简单把一些重要的参数罗列出来，然后再跟各国的驱逐舰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05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到12500吨，世界第2。垂直发射装置数量增加到了前64后48，总计112单元，每个单元直径呢达到800毫米以上，世界第1。深度7米和9米2种可选，并可实现1坑4弹。搭载中华神盾之前介绍过的海之星 346B 4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总成本60亿人民币，大致9亿美金不到。最重要的是，此舰从头到脚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不依赖进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他国家最先进的驱逐舰。首先就是欧洲系的驱逐舰地平线级。地平线级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新一代舰艇，满载排水量达到6600吨，算中型驱逐舰，设计得非常漂亮。
但综合配备非常一般，一共48个垂直发射器，另外预留了2组8连装发射单元，所以最大64个坑。雷达方面搭载法意联合研制的艾姆帕无源相控阵，但由于是单面阵，要不停的旋转，所以综合各个方面跟我国055不是一个级别的，甚至不如052D 驱逐舰。但这已经算是仅次于英国、欧洲拿得出手的像样的驱逐舰了。说到这里，额外需要再提一下的就是意大利这个国家了。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意大利曾经是二战时期的3个轴心国之一啊。但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二战的败战国，现在不仅跟法国联合研制最先进的驱逐舰，还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拥有航母最多的国家之一。还记得我之前视频给大家介绍过的吗？意大利一个国家就拥有了2艘现役航空母舰。也许是因为意大利曾经的战绩过于辉煌，或者在二战中对德国的贡献是负的，致使现在盟国的英法美对它特别的放心，并没有像德国和日本那样被限制的那么严苛。好，另外一个欧洲系的就是英国的45型驱逐舰了，又叫做勇敢级，吨位8000吨。第一批48垂发单元，第二批改用美制 Mk41后增加至64个，跟052D 一样了。雷达比法意的地平线级优越。英国自研的桑普森2面阵相控阵雷达，雷达虽然先进，但导弹不足以发挥其先进性，尤其在反舰导弹上面。本舰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动力系统，采用全电推进，也因此之前被很多人誉为世界最强驱逐舰。全电推进简单来说就是有别于传统的机械推进来说的。机械推进就是现在绝大多数舰艇所采用的依靠柴油机、燃气轮机或蒸汽轮机作为原动机输出动力来推进船舰运动。但英国这套技术先进的动力系统却在45型驱逐舰诞生以来就问题不断。从2009年开始，从刚服役的首舰勇敢号到最后一艘邓肯号，都多次出现在大西洋或中东执行远洋任务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全舰陷入黑暗的窘境。所以45型驱逐舰不得不在2019年开膛破肚，从侧面舰体侧面开切，增加2台柴油发动机。而当今世界同样采用全电推进的还有一个就是外星战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了。后续05的升级版是否也会采用全电推进，有待观察。所以从综合性能上来说，05优于英国的45型驱逐舰，优于052D，优于法意的地平线级。欧洲另一个国家俄罗斯海军就不介绍了啊，过于的乏善可陈，依旧是古老的无畏、现代等驱逐舰，而且在2000年以后更是没有造过一艘新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只有一些护卫舰。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印度，就是吨位达到7500吨的印度加尔各答级驱逐舰了。三哥的作品我们就多说2句啊。那该项目呢是从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研制了，代号为 P15A。2003年开工建造时，不巧刚好赶上我国052C 首舰服役。三哥看到了052C 上明晃晃的安装了我之前视频给大家介绍过的中国自主研发的4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装置，所以决定临时更改设计，改用以色列的2248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巴拉克8舰空导弹系统。我们都知道，世界主流4面阵相控阵雷达均安装在舰桥，每个面负责90度，这样4面实现对360度全覆盖。这种雷达的位置相对较低，受制于地球的曲度，探测的距离就受到一定限制，所以三哥认为站得高望得远，所以加尔各答级就采用了这种布局设计，将以色列的4面阵雷达安装在了主桅杆上，像大大的眼睛凝视着四方。但主流4面阵雷达之所以安装在下面的舰桥，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重量，一个面的雷达天线的重量就达到4吨，为避免重心过高，所以才安装在舰桥。虽然以色列的设计每个面据说有 1.5 吨，但全系统重量也达到了7吨之多。像这样安装在桅杆顶端，总觉得有些头重脚轻。不要忘记，印度曾经发生过4000吨军舰在船坞翻覆16死伤的记录，所以还是谨慎驾驶为妙。由于此舰在开始建造后又经过这么大规模的修改变动，让首舰加尔各答号的工期严重滞后，甚至比当年的德里级还严重。03年开工，06年下水后，一直拖到14年才服役。一艘驱逐舰历时11年之久，可谓精雕细琢。而同级别后面2艘也分别用了10年。而
而它的升级版驱逐舰 P-15B 型于2013年开工，被印度媒体描绘为印度洋上的055，吨位提升到8000吨，于2015年下水。大家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印度造舰下水速度如此之快呢？这就是印度独特的西装方式了，跟建造航母一样，只建造完船体后就下水，换个地方，然后继续添加上层建筑、电子系统等等。当然，按照三哥慢工出细活的传统，无不意外，这一级别的首舰服役时间从原计划的2018年延长到2021年，而按照三哥10年磨一舰的坚毅，这个时间恐怕守不住。在此遥遥无期下，却已经花费了50亿美金，这个钱可以建造10艘的052D 或5艘的05驱逐舰了。然后就是美系驱逐舰了，主要包括美国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韩国的世宗大王级、日本的爱宕级。那这3种为什么都叫美系呢？那请大家来仔细看一下这3艘的样子，长得是不是非常的相像呢？尤其是它们的桅杆，一眼就看出来都是从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换句话说，日韩的驱逐舰都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的派生舰种。简单来说，都是同样的宙斯盾舰。下面分别来介绍一下。日本的爱宕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到1万吨，是金刚级的升级版。07年服役当年，成为世界海军吨位最大的防空驱逐舰，次年被韩国世宗大王级驱逐舰打破，而后在2007年被中国055打破。垂直发射系统采用美制的 MK41， 前64后32，共96个发射单元。综合作战系统就是美制宙斯盾系统，贝斯兰 7.1 版本，没什么特别之处，全部是美式装备，连导弹都要进口。简而言之，就是日版的伯克2型驱逐舰。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世宗大王级了。韩国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它可以给中国、美国甚至俄国当小弟，但就是不能输给日本。足球如此，军舰更是如此。所以同样都是靠配阿里伯克级驱逐舰，韩国一定要做一个比日本更大的，所以就有了现在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吨位超过爱宕的1万吨，达到11000吨。垂直发射单元用了美系的 MK41 80个和韩国自研的48个，共128个。数量上虽然成为现在的世界第一，但由于自研的48个坑只能填自己的导弹，无法与美式的导弹兼容，而且由于要增加发射单元，致使每个单元尺寸变窄变浅，无法扩展为1坑2弹或4弹，所以虽然坑多，但无法尽显优势。系统方面跟爱宕一样，采用宙斯盾系统的贝斯兰 7.1 版本，美式装备。虽然韩国的世宗大王级对日本的爱宕级略有优势，但在全部自研的中国05面前就相形见绌了。再接下来就是日韩争相模仿的美国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了，也是世界上建造数量最多的现役驱逐舰了。首艘于1991年服役，最新的伯克2A 型吨位达到9238吨。垂直发射单元采用美国自己的 MK41， 前32后64，共96个发射单元，采用跟日韩宙斯盾一样的系统，贝斯兰 7.1 版本。从各项数据和纸面的实力来看，伯克2A 型驱逐舰不如中国的05大驱，但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有过实战的经验吧。所以这也是为何美国要加快建造伯克3的原因。虽然伯克3换装了新雷达和新导弹，但由于吨位和发电量等诸多限制，无法做到质变性的升级，完全是由于 CGX 被叫停和朱摩尔特的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伯克2A 最新造价超过了18亿美金，粗估伯克3应该至少要25亿美元一艘。另外再来说一下美国的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这个老爷爷吧。首艘1983年服役，一共建造了27艘，现役22艘呢。最新消息再退役13艘，保留9艘。当年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光荣级和现代级的饱和攻击而建，也是第一种配备宙斯盾系统的战舰。美国本来想在1994年规划的 SC-21 计划中用 CGX 取代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但由于过度超支和严重落后进度，2010年叫停，所以不服老不行。这一级巡洋舰也即将进入历史的博物馆了。CGX 失败了，那么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海军在21世纪怎么可能没有新舰可用呢？就这样 SC-21 计划中的另一个 DDX 硬着头皮也要上了，这就是后来的 DDG-1000 朱摩尔特级驱逐舰，吨位创纪录的达到了14500吨。尽管上面装满了黑科技，但这么大的吨位只有80个垂直发射单元，
对付没有还手之力的小国够用，但实用性很差，在005面前更是毫无优势可言，而且整个设计都存在问题，甚至都没有抢救的理由，所以最终只建造3艘，沦为实验舰的命运。但花费极其惊人，单价达到了75亿美金。简而言之，建造1艘朱摩尔特可以建造8艘综合性能更优异的05。美国海军上一代的傲慢最终将其沦为漂浮的豪华摆设，而此种傲慢更加体现在了后来的美军滨海战斗舰系列，但不在今天的主题，就不在此多加赘述了。好，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世界各国最优异的驱逐舰了。中国的05万吨大驱毫无疑问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之前稳健而系统化的设计，让未来05在动力和武器方面的升级成为可能，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前期刚刚服役的002号山东号航空母舰。05万吨大驱的成就背后代表着一代代海军军工人员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中国海军才得以在海洋的世界真正站立起来。最后再次向无数默默无闻的军工前辈们致敬。好，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